Hello，大家好。我今天戴口罩是因为我刚看牙医回来，现在脸肿一边，我觉得不太好看，所以先遮着。那好久没做干货分享了哦，因为也不是天天都有问题。那状况是这样，就是我最近新买了一台笔电，它是 Acer Predator Helios 18AI，那它搭载的是 Intel Core Ultra 9的290HX Plus 处理器，以及 RTX 5090笔电显示卡，那以及24GB 的显示记忆体。在目前来说，它算是一个可以接近高阶桌机的游戏笔电哦。那但是买回来呢，算是多灾多难，因为我平常习惯去使用 HWInfo 或者是 Afterburner 这种软体来监控笔电的温度啊，或者是瓦数啊这些相关资讯。那我一开始看到 CPU 一直撞到温度墙啊，我还以为是这台电脑有问题，我原本还想退货，我还跑去 Acer 的那个服务中心去开单。那他们是有开单给我，其实我原本也可以退货，但是我后来有点不甘心哦，我觉得我没那么衰，我应该不会买到机王，所以我就经过3天排查，然后跟 GPT 讨论。那 GPT 也是一个神经病，他一直跟我说这个有问题，你准备要退货什么的。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是 HX 系列的处理器在游戏载入或者是进行预算的时候，它会瞬间提高它的频率和功耗，所以 CPU 温度可能会冲高。那这种瞬间高温不是代表说它散热有问题哦。所以如果你要判断你之后你买笔电可能比较好的新的处理器，你要判断它散热是不是正常啊，你需要使用比较一个就是进行一段时间的持续负载测试，去观察它的平均温度、功耗、频率以及是否持续降频，你这样判断才会比较准确。那我后来自己这样判断之后，我发现 GPT 就是跟我在胡乱，因为其实我平均跑起来是很 OK 的。好，那在 CPU 问题解决之后呢，这台笔电刚买回来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今天主要要说的，就是滑鼠会卡顿，然后手把会乱跳、漂移。那卡顿是怎么样？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例如说我在这里，我现在滑是很顺的，对不对？它可能会到这里，好，我现在到这个美女的耳朵，然后下一瞬间就通就跳到这边来，对。那那个打游戏也是，就是你摇杆你在动的时候呢，你可能稍微往右移一下，你其实只要移一点点，它就会就转到这里来了，或者是就跟你转了一圈了。对，好，那这个问题我确定不是我的硬体问题，是因为我旧的笔电上面使用都非常正常。好了，所以呢，后来我就一样跟 GPT 讨论，然后搞了一堆有的没有的方法，最后还是我自己去趴网。当然啦，不能说 GPT 没有用，其实 GPT 也教了我一些东西。然后我最后还是我自己去爬网，然后我自己去测，自己去猜。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呃，我是怎么去处理的。我会从简单风险的较低的方法开始介绍，然后再介绍一些比较进阶的设定。那建议大家如果在进行测试之前呢，建议先备份重要资料，然后并且记录你原本的设定是什么，之后你比较好还原。毕竟说实在话，我觉得一台电脑它在出厂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经过测试，应该对，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测试完觉得比较好的设定，但是我们不能去排除就是某些 driver 或者是一些底层的互相干扰。好啦，就这个前言说的太长了，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好，那首先呢，大家看得到我的荧幕吗？啊，我的脸有点挡住啊，没关系，我把字稍微放大一点。哎哎哎，好，首先呢，
第一个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在不使用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先更新你的驱动程式啊，例如说 chipset 啦、NVIDIA 的显示卡啦、滑鼠的啦、driver 啦、手把控制器的韧体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啦，对，基本上先更新到最新，或者是如果你在那个官网上有看到最新版本有问题，那你就把它回退。基本上我们能够不修改原先设定，尽量不修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使用 DDU 去重新安装显示卡驱动程式。那使用 DDU 是什么呢？这个我要怎么解释啊？我找一下啊。OK，好，我们靠那个 Gemini。啊，它是一种彻底清除电脑中显示卡驱动程式残留档案以及登录的免费工具。好，那使用 DDU 就是彻底把你的 driver 显卡 driver 彻底移除之后再重装。好，那基本上这样也有很大的几率可以解决一些画面上的问题。好，那当然这件事我也做过了，那步骤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步骤有点啰嗦。如果大家想要做的话，可以去问 GPT、问 Gemini。啊，或者是 Google，好，这个很多大神都有教。OK，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进阶的方式哦，就是去处理 Microsoft 的 Gain Input 啊，它是一个比较新型的 API 界面，多数的手把哦，它是可以使用 X Input 或者是 Direct Input。那或者是 Steam 的 input，它都可以使用手把。当然，有一些手把它可能单纯依赖跟 input，那所以这个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但是呢，这个在 Reddit 上面啊，就是有人有发现这个东西会干扰你其他手把的使用。所以如果你确定你的手把它不是依赖跟 input 的话，好，那你可以试着把这个东西处理掉。那就是按 Win 加 R，你输入 Windows Service 点 NSC 哦，Win 加 R 输入，然后你在这边去找到 Gain Input，可是我已经删掉了，我不知道它还在不在。Gain Input，Gain Input，啊，这里啊，哎不对，啊这个对，我已经把它停用了，大家有看到啊？好，那把它停用掉之后呢，你再去，因为我已经解除安装了，那你解除安装呢，有几种方法，一个就是到控制台里面，好，然后解除安装程式去找它，或者是就是在你的设定里面，哦，我想一下啊，应用程式已安装的应用程式里面去找它哦，不管怎样，反正就把它删掉。好，然后如果呢，你可以找到这个名字，好，那一般来讲，我习惯用 everything。好，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个档案呢，把它去改名为点 old，好，就不让它绝对不让它启动了。然后拔除控制器或接触器，然后再重新启动电脑。这个在 Reddit 上面有人称之为神迹，可以治疗好你的手把。对，但是我好像感觉手把有好一点，但是我的跳动是存在的，所以我继续往走下一步哈。接下来就是调整装置管理员 USB 电源管理设定哦。这个方法就是我个人那时候是在猜，是不是一些电源的，因为其实现在的电脑，包含 Windows 以及所有的 driver，他们软体，他们现在并没有，不是说并没有，他们现在追求的是一个省电、爱护地球，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省电的功能。那你在做这个省电的事情的时候，它就会一个，需要去唤醒的动作。那这个唤醒的动作，其实基本上原本都是毫秒级，是你不会去感受到的才对。但是不排除会有 driver 互相排斥、互相影响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去停用装置管理员 USB 电脑管理设定，尽量让它不停止。OK，好，这个要怎么进去哦？你就是你的 Windows 加 X 键，然后找到你的装置管理员。那这一个方法呢，对我的摇杆滑鼠
状况有轻微改善，我只能说那个时候也有改善到，但是没有完根治。那总之呢，我们先停用不需要的装置，像我不需要的装置就是这个 NVIDIA Virtual Audio Device 啊，然后再来就是在人性界面装置里面，你点2下哦，电源管理，你找得到，不是它，对不起，为什么一呢？OK，输入装置一定有。电源管理啊，你找得到，你每一项都点点看啊，允许电脑关闭这个装置以节省电源，把它全部取消。反正你每一个都试一遍，然后才取消，然后再到你的通用汇流排控制器这里一样，就是像因为我是滑鼠啊，然后摄影机啊，它摄影机有时候会抖，现在很少人看我直播游戏，所以大家可能也没发现。反正我跟你讲会抖，我说会抖就是会抖，怎么样？OK， 好。然后呢，一样哈，去找每一个，就是其实你只要找到你要那个，那我就是每一个哦，我就是允许电脑关闭这个装置以节省电源，我全部都把它取消掉。OK，然后再来就是 USB 选择性暂停设定为已停用啊，这个是在电源管理，这个时候你要进你的控制台，然后到你的硬体音效、电源选项。然后在你目前的计划变更计划设定，变更进阶电源设定，然后再来就是 USB 设定啊，USB 选择性暂停设定啊，这边全部把它那么引题用。其实电池的话，如果你想要省电，你电池这个你可以把它打开，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经常都是插着电使用啊，而且没有，而且对，就是这样。OK，好。再来呢，我们到下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也对我来讲有点点改善，有一点点改善。OK，好，我们再来到使用 Power Setting Explorer，这个是我们要去改它的电源设定了哦。那下载网址在这里哦，对，大家加油，努力把那个影片暂停，然后其实你也可以 Google Power Setting Explorer 啊，对了，你也找得到了。好，然后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Power Setting Explorer 啊，我执行给大家看一下哦。喂，点击右键以系统身份执行，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哇靠，这个，这玩意儿好像没办法放大，大家眼睛加油一点，不好意思啊。你去找到那个 USB 的那个选项那边哦，这边有一个 USB 3 Link Power Management，然后你把它给取消哦，是因为这个是 hidden 嘛那你不要 hide，你不要隐藏它嘛，所以就是取消。取消之后呢，然后你再开到控制台，一样刚刚的硬体和音效、电源选项、变更计划设定、变更进阶电源设定这里 OK。然后呢，你把 USB 3 Link Power Management 将那个插电设定设为 off，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省电等级。那 Moderate Power Saving 这个是预设的状态，然后 Off 就是让 USB 3的链路避免它进入 U1、U2 低功耗状态。那为什么我后来改回来？是因为我昨天发现打游戏的时候好像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卡，我现在还是在做一个测试。但是假设你的电脑是允许的，对，你可以把它设定为 Off 哦。例如说一般电源的时候，你把它设定为 Off，电池使用中的时候，你就让它省点电。那要继续使用 Moderate Power Saving。OK， 好，那再来就是 PCIe Express 这个连接状态电源管理，刚刚有点想把它直接带过，哈哈。这里好，你把它设定为关闭一样就是不要让它去做一个省电的动作。
对，那这样可以减少 PCIe 装置的省电状态哦，我就减少它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那种停顿，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那再来呢，这边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不建议大家去直接套用网络上常见的处理性核心挺住设定哦，例如说什么处理器效能核心占值核心数目下限100%，这个就是说你把它设成100%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核心会暂时停止。然后再来就是处理器电源效链类别一的处理器效能核心占值中心下限，这个为什么两个都要设哦？一般来讲，你在网络上你可能只会看到一个。那因为我们的笔电脑现在它都有分 P 核和 E 核，那所以你这两个都要一起设定才有效。但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Acer 自己的问题，Acer 是不是写的太死了？哦，它会在这边。Nextsim 是一个城市啊，它可以去观察你什么例如说 driver 的状况啊，然后 CPU 的状况啊，我简单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你 driver 你的那一个有一个叫做 ACPI 点 sys 哦，它其实是驱动程式跟韧体沟通的一个状况哦。那个时候我这样设定的话，我硬写哦，它会造成是我光测24秒，它的最高实行时间就会达到8.5663，反正就8毫秒多嘛。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 OK 的数据，不应该。我给大家再看一下，run 你就再跑啊，这里，哎，是这里吗？drivers 啊，你这样子去看，你这个 heist 什么 execution 什么之类的啊，不会念，好，不管啊，你就可以看到你目前最高的是哪一个，然后它花了几毫秒，就是它那个最大的那个尖峰时间，是几毫秒。那基本上呢，就是如果在1毫秒低于1毫秒，基本上不用紧张；超过2毫秒的话，你就要开始观察。4毫秒就会粘性偏高了，那8毫秒以上你就必须要排查哦，懂吗？那大概是这样，当然更进阶的，大家自己问 AI 吧，反正现在 AI 超强。好，那你也可以看到 CPU 的状况啊，像我，在打游戏的时候最忙的时候是0跟1啊，现在是1跟10，不过这个无所谓，这个等一下后面再讲，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下。好，那再来，所以这个我讲完了哦。再来就是避免不需要的服务。其实，服务可以保留，毕竟做出来就是给人用。但是停用服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减少干扰。对，然后毕竟有的服务你也真是用不到，那它放多了，它还是会互相干扰的。对啊，那但是呢，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在关闭每一个服务的时候，你去查一下这个服务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你就去问 GPT 或 Gemini，对，要不就 Google，好，好不好？现在 AI 很好用，大家不要浪费了 AI。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大概关掉的啦，就是一个是 Program Capability Assistant Service 啊，不管，反正它是侦测旧城市的相容性问题，必要时跳用一些相容设定。好，服务我先把它打开啊。其实如果你不知道服务怎么打开，你可以直接在那边打服务啊，其实你也可以打得开。OK，好，然后我开一个已停用的，啊这边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我停用了，但是我记得有一些好像是他自己原本就停用的吧。但是我记得是我自己亲手停用的，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download 的 Maps Manager，其实它就是 Windows 的地图啦。这个是真用不到，真是有病啊！搞啥嘞？怎么我停用了之后就都不见了？气死了啊！在这里啊，这里好了，我这个服务我就不给大家看了，有没有人挡？
好，大概讲一下，然后什么家长监护啊、零售示范服务啊，这个是绝对用不到。然后 Radio Management Service 它是管理飞行模式及 WiFi、蓝牙等无线开关状态的哦。那我也用不到。对，然后再来就是 Acer 的一些服务，哦，这个必须得要看一下。Acer 的服务有他妈的非常的多，他妈的不知道怎么可以多成这个样子。我框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超级的多，这 Acer 也是有病，说实在话。好，我们不管。那这里面呢，我亲手试过，停用之后，好，你的那个 Predator 还可以去切换它的模式的，安全的、可停用的 service。对，这个仅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 Acer Experience Loan，这个就是很无聊，就是给你一些什么体验的那些什么类似广告，简单来讲就类似广告了。然后什么 ORD Service 啊，然后什么 Art，这什么关呀？你看这干嘛的？啊，什么多媒体？这个是什么多媒体功能？然后这个是 AI 的一些相机音讯功能，然后这是它的摄影机什么人物追踪，然后背景模糊的功能，对，然后 Pixie 是这是干嘛的？我想一下，也是摄影机相关功能，其实我都用不到，好算了。然后 AVCTP 服务是蓝牙耳机音量播放、暂停等影音的控制哦。然后再来是 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是分享行动网络热点呐、然后 Distributed Link Transit Client 这是档案移动后协助旧捷径或未间连接追踪新位置。OK，好，这个我建议大家如果用得到就不要停。我觉得这个我不应该停，我应该没有停吧？Distributed，我看一下，这我应该没有停。DI，对嘛？我这个没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不要停，这个也要保留着。然后 Network Connection Blocker，这是协调 Microsoft Store UWP App 的网络连线与背景网络工作。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看吧。如果觉得自己的 Windows Store 那个 Microsoft Store 有一点不好用，那你就继续让它自动吧。然后 Print Spooner 就是你要不要用印表机嘛？但是它会影响一个功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看我的应该没有学生吧？好，不管，或是你在列印一些论文，应该不会有幼稚园吧？好，总之你在按列印，然后另存成 PDF 那个功能也会失效，所以这一个也是选择性。OK，再来第七个呢，就是用 Process Lasso 来分配城市的 CPU 使用核心哦。那它向导网址就在这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打 Process Lasso。OK，那我们看一下哦，Process Lasso。OK，嗯，好，继续。好，我们这里，不好意思，字有点小哦，我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玩意儿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你的 CPU 的相依性以及组别。好，那 CPU 相依性是什么呢？就是你限制你的 CPU 去使用，不对，对不起，重来，限制你的程序要用哪几颗 CPU 去跑，这是强制的，就是我画了一个圆圈给你，你只能在圆圈里面给我动。好，那如果你设定的是 CPU 组别，啊，例如说 CPU，我们找不到组别，什么设定组，它这个叫设定组，啊，你就每次好，你去设定，啊，例如说我这个设定2到9、14到21，
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优先跑2到9、14到21这几颗核心，但是如果他真的忙不过来了，我允许你去借用其他的核心。所以简单来讲，相依性就是硬限制，设定组别就是软限制。好，好，那 P 核跟 E 核有什么差别？P 核其实就是它反应会比较快啦，那 E 核的话就是它的反应会比较慢，大家就简单大概是这样记得就好。那当然，如果你需要更强的理论，请找你家的 AI。OK，好，那我告诉大家一下我的目前的编辑规则哦。目前我编辑的规则就是我这个玩意有没有办法放大？嗯，对不起，我有一个放大的方法，大家等我一下。OK，好，我把 Acer 的那些不重要的，也不能说它不重要，反正就是一些 Lightning 啊，就是跟那个键盘光线有关的啦，然后 Telegram 啊、Chrome 啦、Discord 啦、Epic 的那个 Helper 啦，然后还有 Ghost Chat 啦，然后这是 LG Hub 的 System Tray 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 Digital 这个 Music 哦，这个我不知道这哪来的，说实在话，但是我不敢乱删。然后还有监控软体 Afterburner 啦，这个部分呢，我是把它放在1和2到9、14到21哦。反正这个其实它也不需要太大的资源，那我也不希望它去干扰我在跑游戏或者跑其他东西，所以我把它分配在1核哦。那像这个我忘了是什么，那时候我问过 GPT，反正他说这个玩意4个核心都跑得动啊，那就给他4个核心嘛。好，然后再来就是 OneDrive 啦，OpenRGB 也是跟你的灯光效果有关的一个第三方的开放 driver 程式哦，所以它也分到那4核就好了。然后再来反正这些是跟你的音效有关的哦。然后再来是 Snippet，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截图软体。然后这是 Steam 的 Helper 啊、一样就是放在1核。那再来就是前阵子我在玩德军总部嘛，应该是我昨天还在玩嘛，我就把它放在2到7、10到19、22到23。我们看一下2到7、10、23是什么啊？哎，现在看不到，没关系。嗯嗯嗯嗯嗯，每次选择 OK，因为你会看到我的概念是01不用，因为我打算让 Windows 自动分配那些杂物、那些杂事丢到0跟1，然后其他我指定在1核。那在打游戏的时候呢，就是2到7 1核，然后10到19、10、11、12、13都是 P 核嘛，然后14到19，哦，它也不用21，因为21我分配给其他有的没的嘛。然后再来就是那个2223的 P 核这样子，哦，就是我尽量把它切开。为什么不全部丢 P 核？是因为有的游戏如果你单纯丢 P 核，它会跑不起来。对，这个之前我实测过，所以大家在设定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当然，如果你用设定组的话，可能比较不会有问题。那如果你不会设定的话呢，你可以跳过这个方法，因为有可能会影响稳定性。或者你在设定的时候询问一下你家 AI，对，会询问我好，真的，这时候 AI 还是比较强。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帮助。介绍了那么久，跟你说没帮助，对不对？但是它对我觉得一个系统资源的合理分配化是有帮助的，而且在那时候我用 latency 去做一个观察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就是你0跟1它的那个很忙，对，它非常的忙，所以你把它合理分配化其他核心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你打游戏打一些3A 大作是好的。好，我觉得它会有帮助啦，说实在话。但是对我来讲，它没有完全解决。好，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了，最不推荐的方法，
但是我得说实话，它是最后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关闭虚拟化。但是关闭虚拟化有一个问题点，就是你的那个你要关闭 Windows 安全系的记忆体完整性啊，你要把核心隔离这个部分都把它停掉哦，但是这样可能会让你的系统暴露一些风险，所以这个方法是最不推荐，但是也是最后根治的一个方法。而且我之前会用那个 VMware，所以我原本也不想关闭虚拟化。OK，好，那我们现在来教怎么关闭虚拟化。首先呢，你先开启 NSInfo 32。好，NSInfo 怎么开呢？你就是你的 Windows 加 R，好，输入完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些有的没的，有没有机密资料？算了，如果有的话，大家请自己当做没看到，好不好？那在这个最下方原本应该会有一个，它写着那个已侦测到 Hyper-V 将不会显示 Hyper-V 所需的功能哦。它下面会显示，如果你有打开的话，那接下来你就要看你要怎么样去关闭你的 Hyper-V 与 VSN。那这个呢，就是我记得是在 CND 哦，你就是所谓的命令停提示资源，用你的系统管理员，然后贴上这两句，没关系，因为我原本就 off 了，我再 off 一次也没什么关系啊、哦。然后你就会看到操作顺利完成。好，然后再用 Windows 加 R 进入 Option No Features，Optional Features，OK。好，然后你去这里面找，不要把它打开看，什么虚拟机器平台啦，Hyper-V Platform 啦，或者是 Hyper-V 啦，Sandbox 啦，Defender Application Guard 啊，适用于 Linux 的 Windows 子系统啊，只要有这种玩意儿存在的，就把它勾选，就把它取消掉，然后再按确定。好、哦，然后再来呢，你要去你的那个 Windows Defender。然后你的装置安全性，然后你的核心隔离这边去把那个记忆体完整性，还有核心模式硬体叫什么强制堆叠保护，这个把它都关掉啊，然后重开。那重开的话，基本上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 Acer 它写的比较死，它还是会一直去做韧体跟程序之间的一个沟通，所以你要进 BIOS。去把硬体虚拟化也关掉。好，那在你进入硬体做这个硬体虚拟化关闭之前，你要先确认你的吸槽有没有启用 BLocker 的装密装置哦。那一样就是在你的命令提示资源呢，因为这个会显示我的那个好像会显示我的保护码，所以我就不想做给大家看，要不我偷看一下，如果不会显示，我就做给大家看。嘿，好，它密码没有出来。OK，那你输入完这个什么 Manage BDE Status 吸槽，你的吸槽状态，你看哈，我的保护已经开启了啊、哦。然后你要查询复原金钥，这个不好意思，我就真不能弄给你们看了哦。那他就会给你一串号码，什么就是一个40几位的密码，0123456642还48位吧？对，不管，大家到时候会看到一个很长的密码，我看一下是几位好了。1234567888648，会给你一个48位的密码哦，你要去把它记起来。对，然后暂停一次 BLock 包，你把它记起来。其实你暂停了，它应该不会问你密码，但是建议你要把它记起来，以免到时候你会很麻烦。对，那暂停一次 BLock 保护就是用这一条哈、哦，一样是在以城市管理员启动的 CND 去执行。好，
然后最后呢，你要确认你记得你自己的 Microsoft 的账号密码，因为重新开机的时候可能会没办法用 PIN 码登录，基本上我是没办法用 PIN 码登录的。那重新开机机后呢，你要进入 BIOS，像我的机型是按 F2，然后你去找什么类似这些名称的东西，去把它停掉。然后储存之后呢，进入 Windows 执行这个我就可以显示给大家看了，一样在你的 CMD，那你会看到2个 off，然后再来就是刚刚的 NS Info 32，它那个侦测到什么 Hyper-V 讯息消失，然后虚拟化安全性已启用但未执行，然后韧体中已启用虚拟化是否，这样就是 OK 了哦。有下面那一行不见了，然后安全性已启用但未执行，然后原本什么 Hyper-V 韧体虚拟化否 OK，这样就关闭成功了。然后最后就结束了，就解决了，解决了我2周的痛苦。我2周都没什么去运动，就每天在跟他瞎耗。不是我爱打电动，是我为了测试。总之，这就是一路来的心路历程。哦，那大家如果我介绍的软体有什么不会用的，可以找我讨论。对，这个毕竟久病成良医，就这样啦。今天节目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等到我下次有问题的时候，就会有新的干货，敬请期待。拜拜。